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，生姜只是做菜的时候会用到，其实生姜还有其他的作用。如果睡觉前用生姜涂抹脚底，坚持半个月，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。1. 改善睡眠。对于经常失眠、睡不好的人，就可以睡觉前把生姜涂抹在脚底，因为生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。坚持一段时间，睡眠质量会得到很大改善。2. 去除湿气。现在的人体内多少都会有一些湿气，那么想要祛湿，将生姜涂抹在脚底就是一个好方法。生姜有驱寒祛湿的功效，所以对排出体内湿气有很大帮助。3. 有助减肥。生姜有促进消化、增强肠胃功能的作用，对于身体肥胖的人，用这个方法不仅能排出湿气，还能起到减肥瘦身的功效。那说到减肥，大家也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茶有润肠通便、刮油燃脂的作用，对减肥也有帮助。不管男女，50岁后这3类食物要少碰，都是心脑血管的杀手。第一种食物，反式脂肪酸。大家可能对这类食物不太了解，反式脂肪酸食物有哪些呢？比如油炸食物、巧克力、蛋糕等。如果长期吃这类食物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。50岁以后，身体新陈代谢逐渐变慢，如果经常吃油腻的食物，很容易导致脂肪堆积，引起身体肥胖。而且食物中的油脂过多还会阻碍血液的流动，使血液变粘稠，时间长了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。第三种，加工的肉类。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吃的腌制和熏烤后的肉类，对心脑血管也有很大伤害，因为这类食物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也会影响血管健康。所以不管男女，50岁以后，上面这3类食物就尽量少吃吧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避免给健康带来隐患。言道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其实早上是减肥的好时候。对于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如果能在早上起床后养成3个小习惯，那么对减肥是大有裨益的。早上起床后定时排便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能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，那么对身体排毒是有很大帮助的，而且这样还能够减轻肠胃负担，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。时间长了，体重也会慢慢降下来。如果排便不通畅，可以在早上吃一些燕麦片，燕麦片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对排便有帮助。早上起床后伸伸懒腰。想要减肥的朋友，可以在早上醒来时做一做伸懒腰的动作，坚持2-3分钟，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燃烧脂肪也有一定帮助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水。早上喝1杯水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因为人在休息1晚上后，体内水分流失的比较多。如果晨起后及时的喝1杯水，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对体内毒素垃圾的排出也有帮助，而且能够预防便秘，对脂肪燃烧有利。除了上面这3个好习惯外，早上一定要吃早餐，吃一顿有营养的早餐，对减肥也是有帮助。男女40岁以后，每天踢腿2次，每次49下，肝脾肾经都疏通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。首先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放在身边，一只手扶着椅背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将左腿向后踢，腿要保持伸直，膝盖不要弯曲，踢到自己的最大极限，再缓慢的落下，反复49下。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做相同的动作，49下。做完向后踢腿，再向前踢腿。方法和向后踢腿一样，也是每条腿49下，可以每天踢腿2次，早晚各1次。因为我们的腿部分布着肝经、脾经还有肾经，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打通淤堵的经络，让双腿更灵活。那到中年以后的朋友，不妨试着做一做，帮你强身健体哦。人到中年，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各个方面都不能少。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才有帮助。到肝经的人通常会有3个表现，占1个也要恭喜你。表现1，排便规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周的排便次数应该不少于3到5次。如果小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存在便秘的情况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但是肠道干净的人，排便也会很有规律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表现2，
肠道蠕动能力强。如果肠道干净健康，那么蠕动能力也会非常强，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但如果肠道蠕动缓慢，就可能会使身体堆积毒素，影响肠道菌群失衡，从而引起肠胃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，肠道蠕动能力强，说明肠道还很干净。表现3，气色好。如果肠道干净，那么人的气色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。若是气色不好，出现长痘、头发油腻、食欲不振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注意调理了。俗话说，肠道常清，人则长寿，所以保护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是保养肠胃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。早上起床后，第一件事都是喝水或者是去厕所。其实比较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下面的这4个小步骤，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应该在床上静坐5分钟。大家早上起来后不要着急的起床，最好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因为这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缓过来，如果起床过猛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伸一伸懒腰。因为我们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身体处于僵硬状态，如果这时能够伸一伸懒腰，可以帮助舒展身体，让身体恢复活力。第3，下床穿衣服。做完上面的2个步骤，然后就可以下床穿衣服了。如果是中老年人，感觉头脑还没有清醒的话，最好坐在床上穿衣服。第4，打开窗户通通风。做完上面这3个步骤之后，可以将窗户打开通通风，这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让大脑更加清醒。上面的这4个步骤，不知道你做对了吗？所以大家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，不要喝水，也不要上厕所，要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然后再起床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人早上起床后会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如果刷牙也得不到缓解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火旺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小植物，用来泡水喝，有消炎去火的功效。桂花。桂花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桂花芳香宜人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。桂花性温，有很好的抗菌、消火、化痰、消滞的作用。将它制成茶饮用，可以改善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等症状，有很好的降胃火效果。金银花。金银花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消炎去火的功效，而且金银花不伤胃，很适合胃火旺盛的朋友。如果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可以用金银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胃火旺盛的朋友，平时还要多注意保持清淡饮食，拒绝油腻和辛辣的食物，多吃一些可以去火的食物，保证睡眠充足，还有稳定好情绪，可以改善和预防胃火旺盛，能够保护肠胃健康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尤其是对肺部的健康有很大影响。那么抽烟多长时间肺部会渐渐变黑呢？假如你每天都能抽上1包烟，那么基本上3年左右的时间，肺部就会开始慢慢变黑。即使肺部没有变黑，也会给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所以大家应该尽早的进行调理。经常吸烟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小测试，来看一看肺部是不是还健康。这个测试非常简单。大家可以拿出家里的蜡烛，然后放在距离自己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轻松的把它吹灭。如果不能够吹灭，那么就可能是肺部不太好了。若在距离5厘米左右的地方还是不能吹灭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疾病了。但如果你能轻松的吹灭的话，说明肺部还算健康。长期吸烟对肺部的伤害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养护好自己的肺部，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梨和银耳，这2种食物都能够帮助排除肺部当中的毒素和垃圾，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作用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经常吃是非常难熬的3伏天过去了，但是迎来的却是最凶险的34天。因为出伏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大。那俗话说，早上凉飕飕，中午热死牛。这样的天气最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。首先做好2防。第一，防秋乏。秋乏相信大家都听过吧？一到了秋天，很多人会感觉到浑身疲乏，
整个人没有精神，浑身泛懒。所以大家这时呢就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，勤加锻炼，早晚出去跑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等。第二，防肺燥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肺火旺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食物，避免肺燥伤害身体。比如多吃一些银耳、百合、莲子等，对肺部有保护作用。那中老年人除了上面预防2件事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酸味食物，比如葡萄、柠檬、柚子等。酸味食物有开胃健脾的作用，对补肺气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碱性食物，比如蔬菜类、发过芽的豆类等。秋天多吃碱性食物，可以中和肌肉产生的酸性物质，对缓解疲劳有很大的帮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